想过要放弃啊，有一天就做一天吧。现在也很少人在看，老的也老了，没有年轻人也做不下去。木偶戏是一个故事，台上的师傅们，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故事。后港这间联合庙是由3个庙宇所组成的。这一天，海南人的锦福庙和兴化人的安仁宫联合筹办普渡法会。安仁宫的理事吴文发邀请了兴化提线木偶剧团新和平前来演出木林戏，跟我们兴化人的语言有关系，因为做木莲的戏，新加坡只剩下他这一班而已嘛。普渡当天，拉萨尔艺术学院电影科系的学生也前来拍摄毕业作品。选择木偶戏是因为导演蔡韶伦想要传达自己对传统艺术的感悟。小时候都有看到木偶戏啦，可是就没有说很近的接触到，然后就决定说今年的 FIB 就可以从这里开始了。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对这个木偶戏有一个距离，就没有说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还是认识，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陌生哦。所以我觉得是说，如果我们不做的话，我看是没有人要做了啦。学生作品是以木偶戏班新和平为故事蓝本。木偶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中国南部传入东南亚的。国大中文系研究员谢问亨博士从2008年就开始对本地木偶戏进行深入的研究。福建省跟广东省那一带，就是早期的华人移民带到新加坡来的。新加坡木偶戏其实有好几个剧种，比如说海南杖头木偶戏、潮州人的铁枝木偶戏，然后还有闽南人的布袋戏。哎呦，有没受不行啊！莆田人的提线木偶戏。目前还有就是新和平这个木偶戏班。72岁的杨来好是新和平的班主，从小就步入了兴化提线木偶这一行。我的爷爷是1930年带我爸爸跟我大伯来了新加坡，他还有跟着一般人也是在中国做木偶戏的人穿越起来，可去各庙收戏。他是拉二胡的。1957年我7岁了，读书回来了，看他们在做木偶，我很兴趣啦。他去台上就帮忙，在家里拿衣服自己来练习。推使杨来好学木偶戏的动力，除了兴趣，也是为了赚钱。台上有顺的5毛钱、3毛钱给我，你拿到5毛钱，头脑就想那个5毛钱，没有想读书的。成为专业表演者后，杨来好和不同的剧团合作学习。1981年，31岁的他买下了新和平木偶剧团，当上班主后，才深切体会这行赚钱真的不容易。1960、6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一天的木偶戏的钱才18块。以前的工钱便宜，一个人才7块钱，现在不够了，一个人一天70块就不够了，100块也不够了。收入少并不能熄灭他到处去推广木偶戏的热忱和使命感。我的爷爷跟我爸爸的大伯15岁。
鼎盛时期，他也多次拉队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巡回表演。凭着一股热情，杨来好在这行打滚了60多年。即使经验丰富，他还在钻研如何提升木偶表演的质量。我吃这个饭啊，我也研究这个东西嘛。现在我改良里面有个骨头的，骨头拉了起来，它的角度比较好看，好像真脚在走。以前是软的没有这么滑动。岁月磨练出的精湛技艺，并非能够如愿传承。接班人难寻的现实，杨来好更是了然于心。年轻人要来学，我说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这么简单的。要学讲福建话，要学讲话，要学唱音乐，这3种呢，不是一种呢。有人接受就给他接受，不能接受就算了，关掉了，做到我不能做为止了。部落的这间庙宇正举办酬神活动，特地请来双明凤闽剧团前来表演提线木偶戏。我本名是王初华，我今年70岁，我是双明凤的班主。王初化早年在亲戚的戏班打工，后来认识来自戏曲世家的妻子吴月明。1986年，夫妻俩决定自立门户，成立双明凤闽剧团，并出动了一家人参与。太太和女儿是台上的表演者，儿子担任乐手。我的老婆是演员，我的女儿小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放学了就跟我们去戏台，这样她自己学。双明凤早期只演大戏，1992年才开演俗称小戏的木偶戏。小戏的价码比大戏来得低，表演空间也比较小，所以受到庙宇的青睐。大戏慢慢淘汰去，我是看到人家这样在改变做那个小戏木偶，我们就跟着去中国买一些木偶，自己回来训练，然后我们就出来做。差不多是2000年开始，很多戏班就全部有搞这个，弄这种小戏来做。一天的我们的这个戏金是700块啊。一台戏赚的不多，为了减少开销，王初化自学电子琴。一个人就可以，你要什么声音，他可以弹什么声音出来。我没有办法，戏金又少。我是黄丽萍，我从10岁开始就接触到戏班，在过程中真正学习是在13、14岁的时候学。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木偶戏是在10多年前，起初也是懵懵懂懂的，因为我们没有老师教的，就是说看着啦在起初第一次的时候是实在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拿捏。丽萍逐渐掌握了表演技巧后，却又担心这一行的前景。结婚生孩子呢都是全部的过程都是在戏班所以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学一门手艺。之后我真正找到美容院的工作，我就真的没有做戏。只要那一天有戏，我知道我是没有去戏台了，可是我可以听到有打鼓的声音，有点想念离开剧团1年多后，丽萍还是回归了戏台。当时父亲也正打算把剧团交托给儿子王荣达打理。我的最大的弟弟荣达，他就帮忙我父亲搭台。因为看他年龄有了，也是会辛苦，父亲就是慢慢放手，要叫我弟弟接手。传承还是表演，戏台上男人的角色还是比较吃重的。
如果是天空投射系，还是一样要清一色的男孩子。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女生会有时来夜市这样子啊，就是不清洁啊，对他们来讲就是不敬。红帽桥这间庙宇这一天特地请来双鸣凤表演天宫戏。双鸣凤团里的男演员不多，只好外借业余木偶师王一川前来助阵。我叫王一川，今年31岁。我本身自己有正职的工作在工作，然后我是业余的时间就上来帮忙，因为从小到大在戏班生活，然后就可能看到老前辈他们也不忍心，所以就上来戏台帮忙。从11、12岁就踏上了福建戏台，也兼职做木偶戏班。那戏里面如果有女主角，像说小旦啊、花旦的话，男生就要去反串这些女生的角色。不能当正业啦，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啦，很少年轻人接手这个东西。少了年轻人的传承，剧团的生存岌岌可危。雪上加霜的是官病疫情的肆虐，大家都乱了阵脚。疫情前木偶小戏，我们1年差不多100多天。这2年的疫情啊，基本收入一炒一半，我们就出来自己做工咯，这样咯，做那个上东西的咯。原本打算把木偶剧团交托给大儿子的计划，也因为疫情的冲击而打消了念头。突如其来的挑战，加上观众群的减少，本地木偶戏何去何从？好好的一个草根文化就变成完全没有掉，也是很可惜。不过我相信它不会完全没有，因为你一有庙就一定有酬神戏。1986年，我们双龙开始做，我就要负责到底咯，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咯。这座2房式租赁组屋住着一个潮州木偶戏班的家族。这一天，大家正为来临的庙宇酬神戏做准备。他们的木偶剧团叫新宜离星，也是本地硕果仅存的潮州铁支木偶戏班。成员包括了妈妈郭慧清以及3名子女，长女淑君、长男伟豪和幼子伟丽。剧团是郭慧清的父母45年前创办的，她的母亲在2007年过世后，3名子女跟着加入了剧团。我是淑君，今年24岁了。我差不多是从10岁开始就真正的接触潮剧，现在差不多应该有14年了吧。我最主要就是唱曲跟打扬琴啊，毕竟是从小接触的，然后我就发现我蛮喜欢唱歌。为了学好木偶戏，姐弟3人下足了功夫。是呀。淑君的挑战是掌握纯正的潮州话。学戏困难呢，我不明白他们在唱什么字，然后有一些字啊，我又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就只能一边拿那个 video 一边播，一边听，一边看那个字。把不명头啊！
的名叫洪伟豪，我今年21岁，我从小就在戏班长大。我在戏班是做操控木偶和唱歌的。伟豪最大的困扰是变声后无法飙高音，眼花旦了。如今努力转型，学习老旦的唱腔。变声之后就会比较难去唱到那种跟以前一样那种比较 high 的 key 啊这样咯。现在会比较难了，然后再慢慢练啊，练啊，慢慢唱咯。老幺伟丽有阅读障碍，要克服的挑战就更多了。他看字看久了，那个字会飘会跑，所以到现在呢，他不能 focus on 那个谱这样子。我打扬琴，然后一段一段教他怎么唱的。不过伟丽的听觉却特别敏锐，听过的旋律过耳不忘。我时常跟我妈妈说，他不是人来的，他是妖怪。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他怎么可以唢呐一拿起来就吹，扬琴一拿到那个琴柱就可以打出来。哇，有那好的，没好的。三姐弟各有所长，也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吸引一些年轻观众欣赏木偶戏。我们三姐弟是蛮重视戏团的包装啊。有空的话，我就会在 Facebook Live 啊，不然就是拍影片了之后，然后我会加字幕上去。一些人没有字幕，听不懂我们在唱什么。很像我们有预告片啊，就是说我们几号几号会有一个 live video。大家好，我是新沂林心潮剧团的淑君。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豪。Hello， 大家好，我是伟丽。我们将在后港中头宫有2天4场的铁枝木偶戏表演，欢迎大家来支持哦。孩子齐心协力推广家业，母亲内心虽然欣慰，却也纠结。我没有想过要让我的孩子加入我的戏班。第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还有的发展吗？还有的做吗？人家就讲你做戏的，现在什么时候你还在做戏？落寞了咯，有人看咩？哇，那个心情不懂是什么心情呢？我都给人家这样讲了，何况我的孩子怎么办？担心孩子的前途的同时，慧清也得面对生活的开销。当人手短缺，他就不得不让3名子女步入后尘了。老的老师的死，越来越少人，逼着我现在戏班上就是靠我们原班的人马在维持。没有他们也不可以。更让慧清耿耿于怀的是，让孩子为了表演而旷课。我一直在想，我会害了他们吗？因为校长有跟我讲过了 ，Madam Quek, you know or not? If your daughter got every day come to school 我可以包他在5名之内嘞。我听了，我当场我的眼泪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流，一直流。3个孩子念完中学后，也都陆续辍学了。对啊，那是我的错，因为没有人嘛。收入原本就不高的木偶戏表演，在没有邀约的空档期，3姐弟都必须打工赚钱。疫情当下，经济更是拮据了。其实养一个戏班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得还 store 的费呀，
我们还得还自己家里的东西，所以变成我们是两边都得还钱，所以我们就说尽量减轻那个负担，就好像出去打工啊。我从16岁第一次打工，我以前是做 hotel 的 waitress 嘛，就是做 banquet 的，就赚的钱都给妈妈。我们生活的钱是 OK 啦，还可以维持啦，but 要一直做咯，没有办法嘛。我们不拿钱的，我们很乖的，全部给我们妈妈。我们从小就在一起做工了，全部人一起花 ，OK 啦，不会觉得牺牲什么，不会啦。心痛，当然是会啦。可是他们为了这个家，他们为了这个戏班要维持下去，他们甘愿这样出去做，来补贴一下家里。所以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孩子，他们这样子。戏班生涯有喜有悲，有苦有乐。心仪离星这3名年轻表演者，不管在多艰难的逆境中，他们都愿意扛起新加坡最后一个潮州铁枝木偶戏班，让这民间文化传承下去。老的也老了，没有年轻人也做不下去，除了我们这几个在做，差不多了，也需要一点年轻人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得太长远呐，也没有想过要放弃啊，就是有一天就做一天吧，尽量可能做到老。